投资市场里有一句话 When bonds speak, you listen， 说的是债券市场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预测力。那最近呢，债券市场又发话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逼近 5% 的大关，这让整个投资市场都紧张起来，我们是不是要迎来经济衰退了？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债券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和你的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这是一条经常被人拿来预测美国经济衰退的著名曲线。那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美国10年国债减去2年国债收益率的差值。那正常情况下它大于0，那位于横轴的上方。当这个差值小于0，也就是长期国债收益率小于短期国债收益率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为国债收益率倒挂。那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历史上几乎每次发生倒挂，美国都会迎来一次经济衰退。在2022年的3月呢，我详细解释了这个现象。而现在在2022年的3月，这条曲线在这儿，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经济衰退了吗？到现在倒挂已经持续1年多，而最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加速上升让这个差值从负数向0走去，逐渐要解除倒挂。注意看历史上大多数的经济衰退都是在倒挂解除之后，所以如果把经济衰退比喻成一场暴风雨我去年视频的时段就像是提前7天的天气预报，而现在才是暴风雨来临的黑云密布。那这条曲线看似是向正常转向，但它代表的恰恰是最大的不正常，它才是我们真正该害怕的经济衰退信号，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刻。那现在我们就好好聊聊这段曲线背后隐藏的经济信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条曲线代表2个国债收益率的差值，那解除倒挂就是这个差值从负向正的过程，所以它的发生呢有2种可能，要么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得更快，要么10年国债收益率上涨得更快，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那这2种情况都很糟但它们代表的经济阶段不同。那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那短期收益率迅速下降导致的倒挂解除，往往代表大多数投资者预计经济即将进入衰退，美联储很快会减息刺激经济。我知道你听的可能有点懵不是说预期吗？那美联储不还没开始减息的吗？怎么短期债券的收益率就自己降下来了呢？那首先咱们要清楚的是美联储降息降的是联邦基金利率，它直接影响的是短期利率，所以当人们预期美联储要降息的时候实际上是预判短期利率会下降。那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我们举个例子现在3月期的债券的利率是 5.58%， 那假如你预计下个月美联储降息会导致这个收益率降到 3%， 那作为投资者你会怎么做？你是不是得趁着现在利息高，能买多少买多少那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债券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价格上升收益率会下降，那反之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请记住这个特点，我们会经常用到它。所以当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即将降息，大家都去抢购短期债券来锁定高利率，这就会推高债券的价格，导致短期收益率的大幅下滑，这便是解除倒挂的第一种情景。那你可能会想，这群债券投资者咋这么牛呢？居然能预测到经济即将衰退。那其实这个没那么玄乎。当我们说债券市场发话时实际上指的是大多数债券投资者的共同预期在市场上的体现。那这里的大多数3个字很重要，你可以把债券市场理解为是大多数投资者对经济预期的投票结果。那假如放眼望去，四处都有企业倒闭、裁员增多，人们都开始房贷违约，甚至银行都开始出现问题，那普通人也能看出来要经济危机了，那美联储得降息刺激经济。那这反映到债券市场中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一种情况。那为啥我们当前不是这种情况呢？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并不完全悲观，就业率持续稳定，那消费活动依然活跃。不光我们普通人，就连所谓的专家也不好说是否经济马上出现大问题。所以第一种情况呢，暂时还没有发生。那我们当前处在的是第2种情况，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更快的上涨导致的倒挂解除。那这种情况往往比较麻烦，为什么呢？
这是过去十几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图。那投资市场格外关注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因为它经常被作为众多长期利率的基准，比如房屋贷款跟企业的长期借贷。那从2008年开始它一直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那这种长期的低利率导致企业和个人习惯了借新债还旧债，积累了大量的负债。但是从2020年6月开始该收益率就一路飙升到现在的5%。这不仅意味着新的融资成本上升，那些积攒了大量负债的企业和个人将面临更高的还款压力。那如果不能适应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违约、企业裁员甚至破产的风险。那高利率对银行跟金融系统也是一大威胁在过去十几年银行持有了大量的美国长期国债，因为利率长期稳定在低位，那这些资产的价值波动有限。但当利率突然上升，它们的价值就会迅速减小，那这可能会导致银行资本损失，影响资本充足率。那如果多家银行同时遭受资本损失，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信贷紧缩和金融危机。那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跟去年英国退休基金危机都跟这有关系。那如果10年国债利率继续上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暴雷的风险。最后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拼命借贷的美国政府。那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超过了33万亿，预计未来10年平均每年都还要再借2万亿。更糟的是这些新借款中大约有一半是用来支付利息的。而且美国两党动不动就在债务上限上搞政治游戏，谈不妥就可能导致政府停摆。那虽然美国政府违约引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很低，但是这些不稳定性让人担心美元长期的国际货币地位。所以如果刚才曲线解除倒挂的第一种情况暗示了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那么现在的第二种情况则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谁都不清楚是否会立即经济衰退，但金融局势已经变得越发复杂，充满危机。那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呢，终于传导到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人们开始感受到高利率所带来的剧痛。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呢？那我们都知道，价格往往由供需关系决定，债券也不例外。那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债券的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吗？那现在10年国债的收益率上升，说明买的人少了，供大于求，导致其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那具体来说有4大原因造成了这种供需的改变。首先，国债买家结构发生了改变。从2008年以来美债的最大买家是美联储、中国这样的外国政府和美国的商业银行。那这些买家都不差钱，那尤其是美联储，它可以无限印钞。比如疫情期间，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刺激经济，无限量购入美国国债，政府发多少它就能买多少。那这时候买方呢远远大于卖方，导致国债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这也是美债过去10几年保持低利率的原因。但现在这些主要的买家都熄火了，美联储开始缩表，减少美债的购买规则。那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那不卖美债就不错了。那当买家减少呢，就会导致国债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而商业银行们，由于我们刚才说过的原因呢，都快被手上的美债带沟里了，更不愿意去购买了。那好，那现在这些头号买家都熄火了，那主要买家呢就成了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机构。他们可不像央行那样不差钱，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可是要精打细算的在当下想吸引他们买长期美债，你需要付出更高的利率，因为市场上有更好的投资品。那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原因。更好的投资品导致长期美债的需求下降，收益率上升。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这2年破天荒的开始把现金存成几个月到1年的短期定期存款。那这种利息高、时间短、风险低的现金储蓄类投资品，就是很多人眼中比长期国债更好的投资。那除了银行存款市场还有很多高利率现金储蓄类 ETF。定期发放利息，随时赎回，还能拿回本金，比买国债方便多了。不光如此现在就连券商都开始给利息了。比如我频道的长期赞助商 Interactive Brokers。OK， 那这里呢，我想感谢一下 IB 对我的长期支持。IB 是我自己使用的券商，非常的专业强大，体验很好，在很多地区都没有手续费，或者手续费低到没有什么影响。那我在加拿大买美股经常要把加币换成美元，那 IB 的换汇功能真的是很快很便宜，比那些动不动就收1.5%以上手续费的加拿大券商来说，他们的换汇费用简直就是太低了。光这一点就足以让我选择他们了。而且现在 IB 还会为你账户里的现金支付
付有竞争力的利息，这对投资者十分有利啊，因为你可以先把现金放在那里赚利息，等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时，你可以立即投资，不用浪费入金的时间。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你点击链接我会有收益，这算是对我的支持。那好，我们现在回到视频。那这些高利率、短周期、低风险的现金存款类投资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导致长期债券的需求减少，价格降低，收益率升高。那这里你可能会问，不对啊，这不跟我们刚才说的解除倒挂的第一种情况类似吗？同样是大家都去投资那些高利率的短期债务，那为啥这里并没有导致它的价格上升，收益率降低呢？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卖家不计成本的在支撑这个高昂的短期利率。那你可能猜到了，这个卖家就是美联储。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第三个原因，美联储的升息政策终于传递到了市场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刚才说美联储升息降息直接影响的是短期利率。那我之前的这个视频里详细讲了这个原理。简单说就是美联储是银行的银行，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又把钱存到了美联储。那美联储是要给银行利息的，这个叫做 IORB。 那通过提高这个 IORB 银行得到更高的短期利率，进而支付给储户更高的利息，同时也能要求借钱的人更高的利率。那这样美联储就能让短期利率的提高传导到整个经济活动当中。那美联储支付给商业银行利息的钱哪来的呢？简单说，如果美联储能凭空印钱，它就能凭空赔钱。那美联储支付利息的钱主要来自它之前买的那些国债获得的利息，但是这些钱在当前并不够它支付银行，所以美联储就通过一种特殊的会计方式，使他们在亏钱的情况下也能不断的支付高利息。这要是普通公司就早就破产了，但是人家是央行，遵循的是不同的会计系统。那这里咱们就不深究了所以当市场上有一个超级卖家能够支付得起不断增加的利息时，就算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购买短期债务，收益率也不容易下降。而且现在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长时间保持高利率，那么人们就更愿意把钱放到短期债务上滚雪球，所以美国长期债券需求下降，价格下跌，收益率提高。这实际上是美联储利率政策在长期利率上起作用了。那以上三个原因都是长期国债需求端的减少。那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供给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并没有减少。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美国政府依然在疯狂借债，那这个趋势有增无减，而利率的提高逼迫他们要借更多的新债去还旧债，造成恶性循环。所以以上四个原因加起来，就导致了10年国债的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那请注意为了方便大家理解，那这期视频尽量使用了简单的语言。那如果你想深入理解背后的原理请参考我过去的这些视频，它们相互关联，能帮你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知识体系。那视频链接我都放到了评论区。OK， 那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理解了这条正在解除倒挂的曲线背后的经济情况是多么的复杂和危机重重。那回到我们视频最初的问题我们终于要迎来经济衰退了吗？这对我们的投资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经常跟我的观众说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股市预测一样都不靠谱，但这不代表我不能发表个人看法。所以无论对错你记住，我只是像靶子上飞去的无数个飞镖之一，中不中全靠运气，而本视频中的任何观点都不能作为你的投资建议。那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历史上国债收益率倒挂对衰退预测的准确率，我认为美国迎来经济衰退的概率是相当高的。那美联储的目标当然是软着陆，实现一个中性的利率水平，控制住通胀，保住就业，同时还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从历史成绩上看这个概率很低。那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它并不是一项精密的科学。那如果美联储能够保证准确达成目标的话，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步田地。那相信各位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量化宽松以及后来的高通胀高利率之后，就很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所以无论未来如何做最坏的打算总是没有错的。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应该卖掉全部的投资，只保留现金吃利息呢？当然不是了。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投资者要明白3个重要的道理。第一，股市不代表经济，
利率不完全决定股市。那很多人经常忘记，股市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下经济的晴雨表。所以保持一个长远的角度在投资中更重要。同时你可能听到很多论断说以后将会长期保持高利率，股市不会重现过去10几年的辉煌。那这些关于利率的论断也许是对的，但是它的结论可能是错的。那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详细探讨利率和股市回报的相关性，它们之间并不严格正相关。那股市的短期表现取决于很多因素，但长期看来呢，最主要的动力依然是生产力带来的经济收益，而不是利率。第二，历史反复证明，经济衰退往往是最好的投资机会。那随大流去投资短期内看起来可能不错，但长期不一定对你有利。比如现在的股债双杀，让很多人对投资望而却步，而对比之下，高回报、低风险的现金储蓄类投资就成了无脑选择。那选择持有一定的现金，在什么时候都没错，但是全部放到现金，跟牛市 all in 都是极端情绪的反应，一种是恐惧，一种是贪婪。那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一个人想在衰退中投资，他条件也不一定允许。那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道理，我们成功与否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的处境，而处境是需要主动创造的。很多人经常会遇到时机合适但是没钱投资，或者资本充足却不知道要投什么的糟糕处境。他们觉得这是自己运气不好，没有选择，但很多时候这往往是自己随波逐流，忽略主动为自己创造优势地位的结果。比如在经济好的时候，你本可以稳健投资，不盲目追涨，留下一部分资金准备不时之需，建立自己的安全边际。但很多人偏偏要选择 all in， 还疯狂借贷，最后造成在经济衰退时的窘迫。这既不是运气不好，也不是没有选择，这是没有把自己放到优势地位的意识。同样的，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选择，吸取教训，改善个人财务，学习知识，投资自己，提高收入和保持投资，让自己在下一个牛市站在有利的位置。这就是 positioning 的重要性。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做这种视频不容易，如果你觉得有帮助，欢迎你订阅、点赞、评论，这会对我很有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